世界上最大的老鹰究竟有多大？你见过一展长达3米的猛禽吗？你知道座山雕究竟有多可怕吗？我们都知道，鹰是一种凶猛的肉食性动物，在全世界范围内生活了有多达上百种不同品种的鹰科动物，但无论是其中的哪一种，都具备非常凶猛的性情，一些体型较大的，甚至都能够捕杀人类的小孩。如果你在野外遇到这类猛禽，请一定要远离它，因为它们有足够的能力抓瞎我们的双眼，甚至撕破我们的皮肉。今天这期视频，黑土就给领导找出了世界上体型最大的10种猛禽，带给领导一起认识下这些空中霸主。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谢谢。好，第10个，蝎尾雕，它是澳洲大陆上体型最大的猛禽。蝎尾雕的体长可达1米以上，体重可达10斤以上，翼展最长可达 2.3 米。这种大型猛禽分布在澳大利亚的大部分地区，它的狩猎能力很强，特别是抓兔子。据观察发现，蝎尾雕的大部分食物来源都是以兔子为主，毕竟在澳大利亚最不缺的就是野兔子。除了野兔，它还会捕杀一些蛙类、蜥蜴、鱼类等等一些小型动物。如果遇到食物匮乏的时候，它们也会像秃鹫那样去寻找动物尸体充饥。蝎尾雕的食量很大，一顿饭它就可以吃下相当于自身体重1半的食物。与大多数的鸟类一样，它也是一夫一妻制，只不过关系不太稳定。如果一只死了，另一只则会毫不犹豫的再去另寻新欢。它们的性情也非常凶猛，从雏鸟开始就可以显露出来。当食物短缺的时候，体型较大的幼鸟则会将另一只较小的幼鸟杀死并吃掉，非常残忍。好，第9个，虎头海雕。这是一种生活在亚洲东北部沿海地区的一种大型猛禽，它是海湾上空体型最大的猛禽。这个家伙的体长最长可达1米，翼展可达 2.4 米，平均体重都在10斤以上，最重接近20斤。从视频上看上去它们似乎并没有多大，但当你走近后就会发现，这个家伙实际上与一个3岁小孩差不多大。它们通常都活动在一些海岸和河谷地带，在我们国家的山西、河北、东北地区，有时候也能发现它们的身影，不过极为罕见。在野外，虎头海雕主要靠捕食鱼类为食，有时候也会捕杀陆地上的一些中小型哺乳动物，像一些野兔、鼠类、狐狸等等，都有可能成为虎头海雕的猎物。像绝大多数的猛禽一样，在捕猎时，它会从空中俯冲向猎物，然后利用它那犹如刀子一样锋利的爪子，将猎物狠狠地抓住，直到将猎物抓死，它们才会降落到干燥的地方，将猎物吃掉。千万不要小看它这个爪子，用力那么一抓，它就可以轻易地刺穿我们的手臂，非常强悍。第8个，白头鹰。白头鹰其实就是美国的国鸟白头海雕，这种猛禽的辨识度很高，它的头部与尾部的羽毛都是白色的，身体的其他部位多数都为暗褐色，看上去非常漂亮。成年的白头海雕的体长最长可达 1.1 米，翼展可达2米以上，体重最重可达12斤。这种鸟主要都生活在北美地区，作为海雕，它们的大多数时间也都活动在一些海岸、河流以及一些湖泊、沼泽附近。白头鹰的主要食物来源多数也都是以鱼类为主。这个家伙的爪子底部非常粗糙，这可以帮助它更牢固的将一些鱼类以及蛇类这种身体滑腻的猎物抓到手。通常它一爪子下去就可以对一些小型猎物产生致命的伤害。你知道吗？白头鹰的抓力是人类的10倍，力量足以刺穿一些哺乳动物的皮肉。除了锋利的爪子，它的鸟喙杀伤性也极强。和所有的鸟类一样，它们没有牙齿，但白头鹰那鹰钩状的鸟喙足以将猎物撕成碎块，非常凶猛。第7个，菲律宾鹰。这是一种主要以灵长类动物为食的一种大型猛禽，由于它特别喜欢捕杀猴子，因此菲律宾鹰也被称之为10元雕。如果单从长度与翅膀的表面积去衡量，那么这种猛禽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鹰。菲律宾鹰的体长可达1米以上，翼展可达 2.5 米，体重可达16斤以上，寿命更是长达30年。这种大型猛禽主要都生活在菲律宾的热带雨林中，是当地的特有物种，数量非常稀缺。据估计，在全世界范围内，这种鸟的数量已经不足500只，并且大多数仅分布于菲律宾的热带雨林中。在当地，它是菲律宾的国鸟，属于1级保护动物。这种猛禽在野外主要以各种树栖类动物为食，像一些蝙蝠、蛇类、蜥蜴以及猕猴等等一些喜欢爬树的动物，都在菲律宾鹰的食谱之内。在这里，它是顶级掠食者，除了人类，它们没有天敌。另外，这种鸟还具备很强的领域性，一旦有其他动物进入到它的领地内，大多数都会成为它的捕杀对象。菲律宾鹰在捕杀猎物时，通常都会先利用它锋利的喙逐瞎猎物的眼睛，然后再利用抓力极强的爪子将猎物撕成碎块吃掉。特别是在捕杀猴子的时候，它会表现得十分凶残。好，第6个，哈比鹰。你见过爪子比熊的爪子还要长的猛禽吗？你知道哈比鹰究竟有多可怕吗？哈比鹰也叫美洲角雕，这是一种分布于中美洲以及南美洲热带雨林里的一种大型猛禽。
它的爪子是世界上所有猛禽中最大的。哈比鹰的爪子长度可达13厘米，这要比大多数熊的爪子还要长。它的大爪子可以向外施加高达400多斤的压力。要知道，我们人类的咬合力也仅为100多斤，对比之下，足以彰显出哈比鹰的杀伤力有多强。另外，它的下腿与小孩子的手腕一样粗，粗壮的腿部外加上锋利的爪子，足以对人类造成严重的伤害。再有就是它的体型，哈比鹰的体长可达1米以上，翼展可达2.2米以上，体重最重接近20斤。在捕猎时，它可将相当于自身体重1半的猎物抓到空中。当它以每小时32公里的速度俯冲到我们的身上时，哈比鹰所产生的能量约为2000多焦耳，几乎相当于被一把沙漠之鹰手枪打到了身上一样，威力很大。在美洲，成年的哈比鹰位于食物链的最顶端。第5个，狐鹫。狐鹫也叫狐秃鹫，这种猛禽的嘴巴下面长了一小撮黑色的毛发，看上去就像长了一小撮胡子一样，因此它也被称为大胡子雕。这种鸟的分布范围很广，在亚洲、欧洲和非洲都有它们的踪迹，在我们国家的西藏地区也较为常见。狐鹫的体型很大，它的体长最长可达 1.4 米，翼展最长可达 2.8 米，寿命最长可达45年。在野外，它们主要靠搜寻其他动物的尸骸为食，有时候也会捕杀一些小型动物。不过大多数情况下，它们都会盘旋在空中，利用它们那视力极佳的鹰眼，在扫描着地面的大型动物尸体。它的飞行能力很强，为了寻找食物，狐鹫可以在高达7000多米的高空连续翱翔9到10个小时，目的就是为了寻找大型的动物尸体。另外，它还是一种特别喜欢吃骨头的猛禽。狐鹫的食管构造非常特别，它可以吞下大块的骨头，并且可以很快的将其消化掉。如果一些较大的动物骨头吞不下去，它们就会将其叼起来，然后飞到高空，寻找坚硬的地面丢下去，将骨头砸碎，然后再一块块的吃掉，非常聪明。而第4个，肉锤秃鹫。这是一种生活在非洲地区数量最多的一种大型陆鹫。肉锤秃鹫的体长可达 1.15 米，翼展可达 2.9 米，体重最重可达25斤以上。这种大鸟通常喜欢生活在一些干燥的大草原上，它们是一种食腐鸟类，主要食物来源都是其他动物的尸体。它们是非洲秃鹰中最强大和最具攻击性的一种秃鹫。在非洲地区其实生活了很多种不同种类的秃鹰，它们大多数都是以腐肉为食，但大多数的秃鹫都很害怕这种肉锤秃鹫，主要原因就是出自它杀伤力极强的鸟喙。它的嘴巴可以很轻易的就撕裂一些大型动物的皮肤和肌腱组织，并且可以将这些较难消化的组织吃掉，这一点是绝大多数猛禽都做不到的。在这里，这种肉锤秃鹫的行为非常霸道且贪婪，它们经常会通过捕猎去抢夺其他猛禽所找到的食物。另外，这种肉锤秃鹫的攻击武器并不是它们的爪子，而是它那坚硬的鸟喙。第3个，加州秃鹰。它是北美地区体型最大的飞鸟。加州秃鹰的全称为加利福尼亚秃鹰，它的翼展可达3米以上，体重可达20斤以上。这种大型鸟类曾经与猛犸象生活在同一时期，在那时期它们的数量还有很多，但是到了更新世晚期时，由于气候变化，外加上人类这种智慧生物进入到了美洲，给很多本土动物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像一些猛犸象与剑齿虎都逐渐的灭绝了。但是这种加州秃鹰凭借着自身广泛的食谱，艰难的存活到了今天，不过数量也极度濒危。其实早在1985年，它们的数量就降低到了个位数。为了不让这个物种灭绝，人们便对其进行圈养繁殖。截止到2022年，它们的种群总数达到了500多只，其中只有300多只生活在野外，数量非常稀缺。好，第2个，灰秃鹫。灰秃鹫其实就是秃鹫，它的另一个别名叫座山雕。这种大型猛禽分布于温带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它的体长可达 1.2 米，翼展最长可达3米以上，体重最重可达28斤。它与肉锤秃鹫一样，在野外主要都以一些大型的动物尸体为食，有时候也会主动攻击一些小型兽类和一些鸟类。在我们国家的西藏地区，它们也会吃人类，不过不用害怕，它们通常吃的只是人类的尸体，一般并不会主动攻击活人。相信很多领导对西藏的天葬习俗都有所了解。没错，天葬期间将尸体吃掉的鸟，其中就有这种秃鹫。听起来可能有些残忍，但实际上你知道吗？秃鹫的另一个称号叫草原上的清洁工。由于这种猛禽的绝大多数食物来源都是尸体，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它在生态系统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要知道，一些动物死亡后，它的尸体如果一直暴露在地面上任其腐烂，时间久了，很容易就会向空气中散发很多病原体。这些病原体如果传播到其他动物的身上，就会引起各种疾病。而秃鹫这种食腐动物，如果将这些即将腐烂的动物尸体吃掉，就会减少很多疾病的传播。因此，秃鹫实际上为地球的生态环境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第1个，安第斯秃鹰。它是地球上现存体型最大的飞鸟，也是最大的猛禽。安第斯秃鹰也叫安第斯神鹫，它的最大翼展为 3.3 米，体长可达 1.3 米，最大体重为30斤。
这种鸟的脖子上长有一圈白色的羽毛，看上去像是戴了一个白色的围巾一样。它们主要都分布在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附近，通常都栖息在一些海拔3000到5000米的岩壁上。它们与大多数的秃鹰一样，主要也是靠吃腐肉为生，有时候也会去捕杀一些小型猎物。这个大家伙虽然体型看上去非常威猛，但它的战斗力并不怎么出色。安第斯秃鹰的爪子比较直，爪尖也不够锋利，通常不能够像其他的一些猛禽一样通过爪子去攻击猎物。简单点说，就是它的这双爪子基本上不具备什么杀伤性，并不适合作为武器使用，主要作用就是用来在地面上行走。在捕杀一些小型猎物的时候，它多数都是靠嘴巴上的弯曲的鸟喙反复的对猎物进行撕扯，所以别看这个家伙体型大，实际上它们的狩猎技能并不强。另外就是这个大家伙虽然经常吃一些腐肉，但它们的寿命却依然很长。安第斯秃鹰的生长速度极为缓慢，从幼鸟到成年，它们就需要7到10年的时间。在野外，成年后的安第斯秃鹰除了人类几乎没有天敌。野生的安第斯秃鹰的寿命可达50年以上，圈养的更是高达70多年。它们与其他的秃鹫类猛禽一样，通过吃腐肉阻断了疾病与细菌的滋生，为生态系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头点个赞，谢谢。你知道世界上战斗力最强的狗是谁吗？你以为藏獒在犬界真的能名列前茅吗？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一提起战斗力最强的猛犬，多数人第一时间可能会想到比特犬。确实，这个品种的战斗力足够强悍，但是除了比特犬，其实还有很多种大型猛犬的战斗力也非常恐怖。有些猛犬的实力甚至都可以与凶猛的野兽相抗衡。今天这期视频，黑图给各位领导找出了世界上战斗力最强的8种猛犬，带各位领导一起了解一下这些凶猛的恶犬。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好，位列第8位的就是阿根廷杜高。杜高犬是阿根廷的一种大型獒犬，这种犬的肩高接近70厘米，体重可达90斤以上，咬合力更是高达400多斤。这个家伙浑身充满肌肉，看上去给人的压迫感极强，它的性情就犹如它的外表一样，相当凶猛。这种狗最初是人类为了狩猎野生动物才特意培育的一种狩猎犬。很久之前，在南美洲的一些农村地区，人类经常会遭到野猪和美洲狮的骚扰，当地人为了减少农业损失，便特意利用各种烈性猛犬相结合，才培育出的一种新品种。杜高犬的基因里包含了有西班牙斗犬、西班牙獒犬和世界上体型最大的大丹犬，以及凶狠好斗的斗牛犬和全狮犬。如果仔细观察的话，你会发现杜高犬与以上的那些犬都有一些相似之处。这几种犬无论是哪一种都是相当凶猛的，而杜高犬则结合了以上那些猛犬的各种优势，特别是耐力。杜高犬的耐力极强，这一点也让它成为了当地的一些竞技比赛中最受欢迎的品种。耐力强就代表可以持续的战斗，体力好的猛犬往往都会占据上风。第7个，巴西菲勒。菲勒犬与杜高犬一样，在很久之前都是一种狩猎犬，只不过不同的是，杜高犬针对的是野生动物，而菲勒犬针对的则是人类。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18世纪时，巴西还盛行奴隶制的时候，一些农场主为了以防黑奴逃跑，就会饲养很多菲勒犬，用来看守黑奴。不仅如此，有时候即便是跑掉的黑奴，这种菲勒犬也可以利用自身超强的追踪能力，依靠气味找到并且能够完好无损的将逃跑的黑奴抓回去。在黑奴的眼里，菲勒犬就像是一个监狱看守一样，在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非常吓人。这种狗的体型很大，它的身高通常都在75厘米以上，体重普遍也都在100斤以上。仅从外表就能看出这个家伙十分强壮有力，它可以轻易的扑倒一个成年人类。由于其体型巨大，并且拥有极强的攻击性，所以目前在世界上很多国家，这种狗都被列到禁养名单中。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巴西菲勒不够忠诚，反而是因为它太过忠诚。这种狗的性情生性凶猛，攻击性极强，对待主人以及家人也极其忠诚。但是除了主人一家以外，一切靠近它身边的人或动物都有可能遭到它的攻击，非常可怕。第6个，南非獒犬。南非獒犬也就是非洲的獒犬，在距今约100多年前，这种狗曾经是一种与野生狮子周旋的一种大型护卫犬。注意，是周旋，它并没有能力干掉狮子，主要作用就是人类为了防备狮子以及非洲大陆的一些野生动物的侵袭而饲养的一种守卫犬。一只优秀的守卫犬必须具备勇猛的性格，这种狗胆子很大，并且非常凶猛，饲养能力也极强。南非獒犬的身高可达63厘米以上，体重最重可达160斤。这个物种虽然看上去笨重，但实际上它们奔跑起来非常灵活。南非獒犬同其他的一些大型猛犬一样，在世界上的很多国家都被禁止饲养，有些地方甚至直接将这种狗定为一种极其危险的品种。它的危险之处其实也就是它的出色之处。南非獒犬具备很强的保护本能，它们会时刻守护以及保卫主人的安全。最突出的一点就在于它们极强的攻击性，这个家伙几乎很少会在战斗中退缩，无论对方的实力有多强大，南非獒犬也敢于对其发起攻击。至今为止，在世界上的某些地方，这种狗仍被当作斗犬饲养。
第5个，库达犬。这是一种原产于巴基斯坦的一种大型猛犬，这种狗凶猛异常，身上具备非常强烈的攻击欲望。由于其生性凶狠好斗，所以在当地人们称这种犬为恶霸库达犬。这种狗的体型很大，一只成年的雄性库达犬的肩高最高可达1米以上，体重可达120斤以上。这种狗身材高大，肌肉发达，面部表情凶猛且犀利，看上去给人的压迫感极强。由于其凶猛好斗的性格，在当地几乎不会有人将这个大家伙当作家庭宠物饲养。因为库达犬除了凶狠好斗，它还非常不容易被驯服，主要就是因为这种狗是由多种烈性猛犬杂交而成，体内几乎绝大多数都是烈性猛犬的血统，攻击性极强。平常人家如果饲养这样一只恶犬，可能时不时的就要向外支付巨额的医药费，所以在当地养这种狗的人，多数都是利用库达犬去参加各种竞技比赛的。对于家养狗来说，库达犬似乎并不出色，但如果作为斗犬，库达犬在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些地区都是一种非常优秀的猛犬。好，第4个，卡斯罗犬。这种狗属于一种狗狠话不多的品种。卡斯罗犬虽然在体型上并没有纽波利顿犬大，但是它的灵活程度与凶猛程度要远胜于纽波利顿犬。卡斯罗犬的肩高可达70厘米，体重可达100斤以上。它长有一个巨大的头部，嘴部和头盖骨的牙齿是水平咬合的，一口下去，它可以施加高达500多斤的咬合力。要知道，这个家伙的祖先曾经是在古罗马决斗场上与狮子和老虎，甚至熊这种大型野兽厮杀的。古罗马人甚至还利用它们去狩猎野生狮子，以及参加战斗。由此可见，卡斯罗这种猛犬的实力绝对足够强悍。之所以说这种猛犬狗狠话不多，是因为这个家伙一般情况下并不喜欢吼叫，看上去总是非常高冷。遇见其他的犬种，卡斯罗犬一般也不会主动对其发起攻击，对待陌生人类通常也不像其他的烈性犬那样吼叫，不过它也不会像一些宠物狗那样热情去讨好人类。总之，大部分时间里，卡斯罗犬都是一副非常高冷的状态。不过它们一旦被激怒或者做好攻击的准备时，那家伙绝对是相当恐怖的，因为卡斯罗一旦发起攻击，便是血战到底，不死不休，直到将对方彻底击败或者咬死才肯罢休，非常凶猛。第3个，土佐犬。这是一种原产于日本的一种大型竞技型斗犬，出于其凶猛好斗的性格，在日本这种狗被誉为东方斗犬之王。土佐犬的体型差异很大，日本本土的土佐犬的体重通常也就在120斤左右，而非日本本土的土佐犬的体重最重可达180斤，肩高可达82厘米。也就是说，在日本境内的土佐体型较小，而非日本境内的体型都偏大。这种狗的性情非常古怪，它们很少会像大多数的狗那样吼叫，绝大多数的时间里，它们都非常安静，几乎不会吼叫。这种习惯会使很多人对这种狗放下戒备的心理，觉得它并没有什么攻击性。但实际上，这种狗非常危险，它们在咬人或者对其他动物发起攻击的时候，都是毫无征兆的。土佐犬从来不会通过吼叫去恐吓对方，而是选择趁对方毫无防备的时候，猛地对其发起袭击，非常可怕。再有就是这种狗在训练的时候，是绝对不能大声的呵斥它，甚至去打它。越是通过暴力的手段去对付它，它就越会对主人加深仇恨。所以在训练这种狗的时候，需要温和的语气和方式。简单点说，就是你怎么对待它，它就会怎么对待你，性情相当古怪。好，第2个，坎高犬。坎高犬也叫坎加尔牧羊犬，它是原产于土耳其的一种大型猛犬。这种狗身材高大，性情凶猛，并且战斗力极强。成年的坎高犬的身高最高可达1米以上，体重可达160斤。在土耳其，坎高犬等同于我们国家的大熊猫一样，被视为国宝。并且这种狗还是土耳其的1级保护动物，也是世界上唯一一种被视为国宝的犬种。这个家伙无论在战斗力上还是地位上，都要碾压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狗品种。真正的纯种坎高犬其实体型非常高大，并且极具震撼力。在很久之前，这种大型猛犬曾被用于看守家园以及牧羊。据说它有不战而退敌之功。在土耳其当地，谁的家里如果养这样一只狗，小偷或者其他的一些入侵者，只要看到坎高犬，多数都会望风而逃，不敢靠近。主要原因就是这种狗不但外表上吓人，它的力气还很大，特别是四肢的力量以及咬合力。坎高犬是目前人类已知世界上咬合力最强的犬，它一口下去可以向外施加670多斤的咬合力，这足以将人类的骨头压断。一些小偷如果被这个大家伙咬上一口，轻则残肢断臂，重则会有生命危险。毕竟谁也不敢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再有一点就是被这种狗咬到，你还不能像对待其他普通的狗那样去处理它，因为坎高犬在土耳其当地与土耳其公民拥有同等的生存权。再有，这个物种之所以会拥有这么高的地位，主要也是靠自身非常强悍的打斗能力和出色的护卫能力。其实早在14世纪时，这种犬在当地就被当作军队的专用犬种，并且还作为军队的主力之一，跟随队伍南征北战，从事各种任务。他们的祖先大多数都是从战火中存活下来的。要知道，在冷兵器时代，上了战场的狗那是要置对方于死地的。
凶猛程度可想而知。如今随着冷兵器时代的逐渐退场，这种凶猛的砍高拳则一直被用于从事各种竞技类比赛。虽然这项运动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遭到抵制，但是砍高拳身上那强悍凶猛的战斗力，如果只用它来看家护院的话，那在很多人看来属于是大材小用了。现如今随着岁月的流失，很多纯种的砍高拳都散落在民间，与其他品种的狗进行杂交，慢慢的导致世界上几乎已经没有纯种的砍高拳了。现在能看到的大多数都属于杂交品种。好，第一位比特犬。比特犬的全称为美国比特斗牛犬，这种狗是专为斗犬为目的而特意培育出来的一种拥有强大杀伤力的凶猛犬种。比特犬原产于美国，它是由塔斯夫犬和美国斗牛犬相杂交培育出来的。这种狗的体型不大，雄性比特犬的身高也就在50厘米左右，体重可达50斤以上。它属于一种体型中等的短毛犬，但是别看它体型不大，这家伙一旦干起架来，谁也拉不住。比特犬的性情非常暴躁易怒，在它的眼里，没有任何品种的狗是它的对手，即便是高大凶猛的砍高犬，比特犬也不会将它放在眼里。毫不夸张地说，比特犬敢于对任何品种的猛犬发起攻击。虽然不敢保证它有能力将所有的大型猛犬都击败，但是在打斗的过程中，比特犬绝对能使大多数的大型犬受到重创。之所以敢这样说，是因为比特犬这个家伙身上有一种特殊能力，它们在受伤的短时间内，身体感觉不到任何疼痛，并且可以持续战斗高达2个小时。这个家伙在战斗时，它的睾丸激素向外分泌的速度要比绝大多数的犬种都要快很多。高浓度的睾丸激素可以使它在受伤时不怕疼痛，并且还可以为自身增加超强的耐力，可以持续战斗。毫不夸张地说，这一点与开挂没什么两样。在战斗过程中，比特犬被咬一下，它不疼，但是它咬别人一下，无论是体型多大的狗都会感到疼痛。战斗时间越长就会越疼，也正是因此，比特犬才能够成为斗犬之王。对了，再有一点就是这个家伙并不是永远都不会疼，它只有在战斗时睾丸激素分泌速度快的时候不怕疼痛，等战斗过后激素水平下降之后，它也会感到疼痛。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很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土点个赞，谢谢。你见过比摩天大楼还要高的树吗？你知道在地球上存活了上千年的树有多大吗？在没有看到这些巨树之前，相信大多数人都认为地球上现存最大的生物就是蓝鲸了。其实确切点说，蓝鲸只能算是生物界现存最大的动物，还算不上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生物。最大的生物个体其实多数都是一些参天大树，这些大树由于生长在人烟稀少的深山老林里，所以长期以来一直没有遭到人类的破坏，才能够完好无损的存活至今。其中有一些大树的高度甚至都已经长到了50多层楼房那么高。今天这期视频，黑土就会各位领导找出来世界上最大的9种树，带各位领导一起认识一下生物界真正的巨无霸。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好，第9个，代表桉。这是一种原产于澳大利亚东南部的一种特有树种，这种树的高度最高可以长到90多米高，它的树干最粗的部分直径最宽可达3米。这种树其实也属于桉树，但是它仅是桉树属的其中一个亚种，整个桉树属共有多达1000多个亚种，而这种代表桉则是其中的一种。这种树的作用与大多数的桉树一样，多数都被人类当作木材用来建房子以及家具，包括日常所用的纸，有很多都是出自这种桉树身上。人们之所以会选择利用这种桉树，主要就是出自它疯狂的生长速度。桉树是世界上生长速度最快的一种树，每年一到了气候适宜的时候，这种树的生长速度会非常快，仅需1天的时间，它就可以向上生长3厘米多，1个月就可以长出约1米左右，1年最快可以长高10米。也就是说，仅需短短的3到5年的时间，这种树就可以长得非常高大。人类即便是将其砍伐殆尽，用不了3、5年的时间，它依然能长成高达50多米的参天大树。第8个，巨云杉。巨云杉也叫北美云杉，这是一种原产于北美西部海岸的一种大型常绿针叶树。这种树最高可以长到将近100米，树干的直径可达5米，它的寿命很长。在美国的奥林匹克国家公园内，有一些巨云杉的树龄已经超过了700多年。这种树的生长速度极快，即便是已经高达30多米的成年巨云杉，它们每年仍能够继续向上增长1米以上的高度。这种树在当地的作用与上面的代表桉一样，多数都被当作一些建筑的木材使用，但是它要比其他的树木用途更加广泛。由于巨云杉拥有高强度的重量比和规则，并且它还具备非常出色的声音穿透力，可以当作声音导体，因此这种树除了被当作建筑木材使用，它还被广泛用于钢琴、竖琴、小提琴以及吉他等乐器的制造。世界上很多吉他的材料就是使用了这种巨型云杉制成的。除了乐器，这种树还可以用来制造帆船甚至飞机的翼梁。人类历史上第一架能够实现自由飞行并且可以操控的动力飞机，就是莱特兄弟制造的第一架有动力的飞机，名为飞行者1号的机身就是利用这种巨云杉制造的。不仅如此，二战前的很多飞机大多数都是用的这种材料。除了以上那些作用，其实这种巨云杉的作用还有很多。毫无疑问，除了高大，它还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木材树。
好，第7个，花旗松。花旗松也就是北美的黄杉，这种树原产于北美地区，通常都生长在一些靠近海边的区域。在加拿大的温哥华岛的圣胡安谷内，生长着一棵名为红溪冷杉的巨型花旗松。如果按体积来计算，这棵树则是地球上已知最大的花旗松。据估计，这棵树在地球上已经存活了大约1000多年。由于其位置隐秘，并且距离河流较近，因此满足了它长期生长的必要条件。这棵树的直径为4.2米，周长为9.8米，高度达到了73.8米。如果从体积上去计算，那么这棵树可能是地球上最大的一棵花旗松。其实除了这棵，世界上还有很多种花旗松要比它更高，但是整体体积并没有它大。这种树最高可以长到120多米，它们主要都生长在一些温和湿润的地区。花旗松的环境适应能力很强，它们可以承受44.3度的极端高温，也可以抵挡零下34度的极端低温。不同地区的花旗松的寿命也会有所不同。再有就是它们的用途，花旗松这种树的木材强度非常坚硬和耐用，因此它被广泛用于重型木质结构。像美国海军的复仇者级扫雷舰的船体采用的就是花旗松制成的。之所以会用木质材料打造战舰，是因为花旗松这种木质材料具有柔韧性、高强度以及重量轻等特点。这种材料所制造的战舰能够使船体承受附近的地雷爆炸，并使战舰具有低磁信号，隐蔽性更强。至今为止，这种木质战舰仍在很多地方被广泛使用。好，第6个，塔斯马尼亚蓝椒。塔斯马尼亚蓝椒也叫蓝桉，这是一种原产于澳大利亚东南部塔斯马尼亚岛的一种特有的常绿乔木。这种树的高度通常也就在50米左右，但是如果生长在一些相对适宜的环境下，它们的高度最高可以长到90到100米的高度。在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内吉维斯顿附近长有一棵名为坚强的女孩的蓝桉，这棵树的体积为368立方米，树身高度达82.3米，树干直径为5.54米，周长则达到了19米，非常巨大。可惜的是，这棵大树于2019年2月在塔斯马尼亚丛林大火中被烧毁。在烧毁之前，它曾是澳大利亚体积第2大的树木。这种大树的木材质量较差，很少有人会利用蓝桉这种木材建造房屋。这种树广泛被人们用于提炼药物，无论是它的树皮还是树叶，都有一定的药用价值。第5个，王桉，它是杏仁桉的一个变种，之前也被称为澳洲杏仁桉。这种树原产于澳大利亚南部，通常都生长在一些年降雨量高达1200毫米的凉爽山区。现存最高的王桉树是一棵名为百夫长的树，这棵树位于塔斯马尼亚南部。截止到2018年，这棵树的高度达到了100米，直径为4.05米，周长超过了12米。不过它还不是这个物种里最大的。据测量记录，之前有些个别的王桉树的高度达到了130多米，有些甚至高达150多米。只不过这些更大的个体不知是何原因倒塌，或者有些在森林大火中被烧毁了。如今现存最大的名为百夫长的王桉树，也在2019年2月中遭到了森林火灾的伤害。不过庆幸的是，它并没有被完全烧毁，大树的底部被火烧出了一个空洞，虽然受损较为严重，但仍存活于世。总之，这种树可能是世界上所有树种里最高的树。王桉树同桉树属的大多数树种一样，它的生长速度也非常快。在生长的前20年里，它的生长速度每年最快能增长超过2米，但是随着树龄的增长，它的年生长率也会逐渐减慢。好，第4个，西部红柏。西部红柏也叫北美乔柏以及红雪松，这种树原产于北美的太平洋西北部，在加拿大的环太平洋国家公园内生长着一棵名为奇瓦特巨人的巨型西部红雪松。这棵树于1988年被发现，如今它是加拿大境内最大的一棵树。这棵树的高度为56米左右，虽然不及以上的那些树高，但是它要比以上的那些树大得多。这棵树的树干直径超过了6米，需要12个成年人张开双臂才能将这棵巨树环抱一周。木材体积高达450立方米，所含的木材足以制作400多根木质电线杆，非常巨大。据估计，这棵树至少已经存活了上千年之久。其实不止这一棵树，所有的西部红柏普遍寿命都很长。其实它们的高度最高可以长到70多米高，树干直径最宽也可以长到7米长。这种树最特别的一点就在于它们的防腐能力。西部红柏的木材芳香且耐腐蚀，即便是被砍掉的西部红柏，它们仍能保持至少100年的时间而不会腐烂。然而这种防腐能力仅存在于较大的树木上，一些树苗或者较小的西部红柏则不会拥有这项防腐能力。第3个，贝壳杉。在新西兰的北地地区的一个森林里，长有一棵名为森林之神的巨型贝壳杉。据估计，这棵巨型贝壳杉的年龄至少能够达到1000多年。它是目前人类已知地球上最大的贝壳杉树，但不是最高的。这棵巨树的高度达45.2米，周长为13米，胸径接近5米，树冠的宽度达35米，整体体积高达516.7立方米。它的树干虽然并没有太高，但是树枝的跨度非常大，整体算下来体积非常巨大。这种树不但体型巨大，它还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品种。据研究发现，贝壳杉最早出现在距今约5万多年前，甚至更早。之所以会有这种说法，是因为人们曾在新西兰北岛的泥炭沼泽中发现过被埋藏了长达5万多年的史
史前贝壳山。由于被封闭在化学平衡的环境中，使得这种5万多年前的贝壳山仍旧被保持得很完美，有些甚至都可以与新开发的相媲美。如果经过干燥处理，这种史前木材仍可以被制成家具使用。第二个，海岸红杉。海岸红杉也叫北美红杉，这种树原产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海岸，通常都生长在气候相对湿润的环境下。这种树的高度最高可达115米以上，直径最长接近9米，但是树皮的厚度就可以达到25厘米以上。在美国的红木国家公园内就长有一棵名为格勒根断层的巨型海岸红杉，这棵树的高度达到了95米，整体体积高达1194立方米，树干的直径为8.34米，周长则达到了惊人的26米，至少需要15个成年人手拉手才能将其环抱一周。这种树与贝壳杉一样，抗腐烂能力也很强。人类已知寿命最长的一棵海岸红杉的寿命估计已经达到了惊人的2200多年，也就是说有些巨型海岸红杉可能从汉朝开始就已经生长在这里了。它们之所以能在地球上生存这么多年，主要也是出自自身强悍的抗损伤能力。在它的原产地，这种树一般很少会遭到病虫的损害，树木自身已经发展出各种适应性，比如它的树皮不但厚实，并且非常耐火。一些小型的森林火灾通常并不会给海岸红杉带来太大的伤害，主要原因就是这种树的身上几乎不含易燃的沥青或者树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抵挡大火的焚烧。即便一些树枝或者某些部位被烧毁，它也能够很容易的长出新的树枝，甚至一整棵海岸红杉都被烧毁，新的树芽也会从它的根部重新发芽生长。其实在一定程度上，火灾实际上有利于这种大树的生长。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火灾会导致海岸红杉周围的其他植物大量死亡，而这种树自身具备一定的抗火能力，等大火过后，其他植物被烧毁，海岸红杉的周围就会少很多与自己争夺养分的竞争植物，也就是说，火灾的范围越大，对海岸红杉来说越利于自身的生长。好，第一个，巨杉。世界上最大的一棵树生长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红杉国家公园内，这棵树名为谢尔曼将军树，它通常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物。谢尔曼将军树的高度达83.8米，底部最大直径达11.1米。早在2002年，它的体积就已经达到了1487立方米，周长则达到了31米，整体重量估计高达2800多吨，大约需要20个成年人手拉手才能环抱住这个巨树。据估计，如果用这棵树打造一个大木箱，那么这个大木箱大到足以装进一艘万吨级的远洋轮船，如果用来建造房屋，至少可以打造40栋全木质大别墅，非常巨大。据推测，这棵巨树的年龄可能已经超过了3500多年，而在3500年前，我们可能还处于新石器时代，而这棵名为谢尔曼将军的巨杉树很有可能在奈时期就已经生长在这里了。这种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大约1.5亿年前的侏罗纪时期，巨杉曾是侏罗纪时期的代表性植物。很久之前，这种树曾遍布北半球，后来地球历经过冰川时期后，大片的巨杉被灭种，只有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小片地方保留下来了少量的幸存者，因此这种巨杉十分稀有。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兔点个赞，谢谢。